赵露思星光大赏礼服消失真相，一场比红毯更刺痛人心的故事。红毯压轴变造型悬案，吃瓜群众根本停不下来。2025年的星光大赏本来是一场属于赵露思的顶级舞台，所有造型师、灯光师、媒体摄影，甚至连活动嘉宾都默认她会是那晚的稳压全场。然而没人想到，她会因为一套礼服瞬间成为全网讨论的中心。当她的红毯图片刚曝光，全网话题区直接炸裂。她的2套高定去哪儿了？不是说有专属压轴造型吗？这套礼服怎么像是仓库里翻出来的旧款？原定的2套礼服，一套红毯高定，一套典礼高定，都是为她量体裁衣反复调整的最终版。据活动工作人员透露，这2套礼服不仅提前3周试穿过3次，还特意搭配了价值极高的珠宝，甚至准备了压轴专属走位和灯光。然而当所有人都等着她换上第2套高定亮相时，她却穿着一套2016年的旧款礼服出现在典礼现场。那套藕粉色的缎面礼服并不难看，但从设计线条到肩部披肩，都明显跟她那条昂贵的高珠项链不搭配。画面不丑，却非常不对劲。网友们开始疯狂脑补，团队临时摆烂吧？礼服是不是被泼墨毁了？难道被撤赞助了？甚至还有人挖出他与前东家的一些旧争议，猜测是否有人故意放他鸽子。一条条猜测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但没有人想到，真相比所有造型争议更让人心里一紧。深夜直播，他承认有 bug， 却用最温柔的方式替所有人挡枪。争议吵了一整天，话题热度居高不下。直到深夜，赵露思开了直播，她的第一句话反而让讨论变得更混乱。衣服嘛，肯定是有一点 bug 的。这句像玩笑，却听得出她的无奈。她承认出了问题，但她没有把任何责任甩给别人。她没有说是设计问题，也没有说是尺寸突发不合，没有说是品牌临时撤货，也没有说团队没准备好。她淡淡的笑着说，不是最后一次活动，下次会更好啦。她像是在安慰粉丝，又像在替幕后所有人撑伞。即使外界已经吵成一片，她仍不愿点名任何一方，让任何人难堪。直播里甚至还有粉丝想替她出口气，她却轻轻回了一句，别吵了啦，我真的挺好的。这一句我挺好的让不少粉丝眼眶发热。这不是一个在搞委屈人设的人，这是一个不愿让别人被攻击的人。弹幕瞬间被刷屏，姐姐你怎么还在保护别人啊？这样的回应太温柔了，你都这样了还不卖惨，太刚了。他把一场潜在的团队撕 X、品牌撕 X、活动撕 X 的舆论危机，用最软的方式处理得体面又干净。礼服翻车只是表象，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他整个人的状态。表面上大家在炒礼服，但老粉其实都看到了，他最近的状态不对劲。自从4个月前离开前东家后，他整个节奏明显慢下来，不拍戏，不上综艺，不营业，只偶尔出现在机场或公益活动中。他在一次聊天中轻描淡写地提到，脑波检测说我状态偏低落。这句话比所有礼服争议都刺痛人。一个过去1年能拍3部戏，从不喊累的人，如今却要靠仪器提醒自己心脑负荷太高。甚至在活动的对脸镜头下，他明明画着精致妆容，却仍遮不住明显瘦了1圈的脸，眼下的暗青也被清晰捕捉。粉丝的留言从讨论造型变成了心疼，姐姐你明显太累了，身体比活动重要，别硬撑了，我们等你。有人一句话说得特别扎心，礼服丑不丑都不重要，你好不好才重要。这是粉丝最真实的情绪，他们不在乎他穿什么，他们只在乎他是不是快乐，是不是健康。业内爆料，他推掉所有综艺，只想静下心挑剧本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他这几个月推掉了所有综艺，只想好好挑剧本。不是不想工作，而是不想让自己在强撑的状态下继续营业。他正在把自己从过去那种高速运转里拉出来，重新整理情绪，重新定义节奏。
这种选择比任何红毯造型都更值得尊重。他不是在逃避，而是在保护自己。他不是在消沉，而是终于学会把健康摆在第一位。正如一个网友说得很清楚，他不是消失，是在调整自己。赵露思的反向成长，从高光到暂停，从喧嚣到自我。回望过去几年，他一路从争议、流量、质疑声中闯过来。外界把他放在显微镜下，每张照片、每句采访、每次造型都被无限放大，但他从不反击，不抱怨，也不借机卖惨。这次风波却让更多人第一次看见他真实的边缘。一个会累、会迷茫、会因为压力喘不过气，但仍努力维持体面的普通女孩。她没有甩锅，没有暗示任何人对她不公，没有把责任丢给造型、团队或品牌。她用一句轻描淡写的有 bug， 替所有幕后工作人员、代言、活动团队挡住了汹涌的舆论。她明明可以说一句品牌临时变卦，明明可以说礼服最后1分钟不合身，甚至可以把锅丢给物流，丢给时间，丢给任何人，但她没有。这是一种难得的克制，也是一种成熟的力量。她用柔软做盔甲，用沉默当盾牌，用微笑去止住外界的刺。她的反向成长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，真正稳住一个人的，不是吵得震天响的解释，而是风波里的冷静，委屈里的克制，以及千言万语最终落成的一句我挺好的。那一刻，他不是明星，而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一个愿意承担，一个愿意守住体面，一个愿意保护别人的人。也因此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明白，他的高光并不在红毯，而在这份越来越坚定的自己。他的真正高光不在红毯，而在他越来越真实的样子里。礼服事件过后，网友的风向慢慢变了。旧礼服他穿也有气质，越看越觉得他很真实。他不需要每次都惊艳，他只需要健康。好演员值得等待。他在直播里说，这不是最后一次活动，下次再见了。看似轻松，但粉丝都知道他正在一点点找回力量。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来？他什么时候复工？这些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了。重要的是，当他准备好之前，我们愿意等。好演员不怕慢，只要他回来的那一天是健康、有光、有力量的。你觉得赵露思应该先休养身心，还是尽快复工拍戏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非常感谢你看完这期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真实、深度、有温度的故事分享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的每一次支持，都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次再见。